上，水过稻花香。8000里路云和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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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000里路发出万平安，8000小小雨雪，8000海望眼，8000两天长啸，8000中怀吉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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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怀吉年。爹已经走了，你睡爹的床吧。爹没走，在我心里，他没走，他就在这儿呢，我要守着他。你听见了吗？爹临死之前叫了一声娘。爹不会白死。上海成为孤岛已经好几年了，每个中国人看到日本人的时候，都要脱帽、行礼、90度鞠躬。我们被人赶到街上，迎接日本人进城。你看到我们周围中国人的眼神了吗？又痛苦，又屈辱。但是，当日本人把爹拖到路边的时候，他们的眼睛里面多了恨。这是爹种下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开出花来。所以，爹不会白死。你说的对，爹的死让我想起了好多。我想起了这几年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幕。就在他跳楼的那一瞬间，我终于知道我要做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要成为像爹一样的人。奔赴
过些日子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大时刻，我希望你能在场，当我的见证人。给我。曾大姐，我也想入党。为什么想入党？我想杀鬼子，我想替太爷报仇，我想给所有在抗战中死去的中国人报仇。可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，我做不到。那你了解党吗？我觉得你们特别干净，我是说心里干净。我这个人吧，从小到大只有一个念头，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直到太爷教给我，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，还得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咱们旅长、田先生、太爷，他们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，可是他们到最后连命都丢了，抗战救国还是没有完成。但是我相信你们能把这件大事给干成。如果我要是入了党，我就会觉得自己有靠山，不对，是有依靠了，归属感。归属感，那样我就会觉得我的劲儿可以往一处使，它就不浪费了。那以后我要是害怕了，我要有什么不懂的地方，还有你们能帮我。贺先生，孟晚福是孟晚福想入党。万福。首先啊，我代表党组织感谢你为党做了那么多的工作。其次呢，我也特别的高兴你有意愿入党。我觉得你应该对党有更多的了解和认知。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丁宇娇同志，怎么样？万福，期待有一天你能够真正成为我们的同志。虽九死，其犹未悔。好，玉江，我们开始吧。我宣誓，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，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。遵守党的纪律，遵守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，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要做群众的模范，要做群众的模范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有信心，对党有信心，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，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。宣誓，丁玉娇。
先生回来了啊！啊，现在出去啊。嗯。万福老弟，当你看到信时，我已赶到浙江山区安顿下来了。太爷之死重于泰山，令人敬仰，发人深省。汉贼不两立，王爷不偏安。租界既已陷落，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。南关以来，我虽奉命留神报国，但无时不在担心被逼落水，无刻不在寻找生机。可惜机会来时，未及带走老弟。老弟周旋魑魅魍魉之间，尚需多加小心。廖丰年。你怎么来了？出事了，廖丰年跑了。万福来了。曾大姐，怎么了？租界的天大了，满大街都是日本人，他们占了英美各国的银行，然后还把领事馆的洋人都赶出来，说要关进集中营。我刚刚来的这一路，他们满大街的抓洋人、打洋人，平时都是他们打别人欺负别人，哪见过他们被打被欺负？也是没想到，这一天来得这么快。里边说，曾大姐，万福，刚刚来了一批日本人，请我们江户商贸把账本拿走了。诡异的是，来的这帮日本人是松机关派来的。这松机关的顶头上司就是林长庚的日本主子，梅机关的死对头。这松机关早就看不惯林长庚，吃下了物资走私这块大肥肉，垂涎已久了。这日本人争风吃醋，鬼打鬼，难为了我们这帮病人。所以这次查账绝对不是走个过场，江户的这笔烂账过不了关。现在时代发展的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快，还要坏。如果日本人不放过林长庚的话，林长庚一定会把所有的黑帽子都扣在你的头上。我这次来就是通知你们，集运商行必须马上撤退。虽然江户的账本明面看上去没什么，但是经不住他们细查。只要稍微一查，顺藤摸瓜就能摸到这儿。这些账本处理完还要多久？这是最后一批了。那所有线上的通知，包括联络点，包括水、陆、油和负责运输的同志们，他们全部撤离完，需要多长时间？我已经派交通员一一去联络了，但是最终确认安全，至少需要1天1夜的时间。你们两个今天晚上就要走。你不走吗？就1天1夜，我必须回去上班。只要我还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，哪怕他们起了疑心，也不会动手抓人的。我要是消失了，同志们都不见得能撤得掉。而且我们要一起撤的话，目标太大，到时候都走不了。这也太悬了。你放心，我有办法跟他们周旋。拉大旗做虎皮，这跟江户商贸有关系的都是大脑袋，他们是不会轻易把我交给日本人的。只要我不进松机关的宪兵队，我就有周旋的余地。
怕是进了宪兵队，只要他们想从我身上扎东西，他们就不会轻易杀我的。可是，真的太危险了呀！你不走，我更危险。我得冷静下来，耐心的跟他们周旋。太爷以前教过我，事缓则圆。只要他们不抓住集运商行的把柄，重庆和王维的事情，他们谁说得清楚？他们只要问我，就胡乱攀扯呗。你想想，那些部长、次长，还有他们的太太们、亲眷们，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跑得脱。我怕什么呀？他们要是想把我往坑里推，那我就把他们死着拽着一块掉坑里。这个坑太大了，大到日本人都不敢直视。我抓糊涂，谁都别想过关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也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，尽量全身而退。而且这条路，我找着了。是真的吗？我有办法。靠得住吗？相信我。把这儿的事情处理完，赶紧去接月明。曾大姐，今天晚上的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账本处理完你们就撤。我现在就回去坐办公室喝茶去了。万福，你要小心。喝茶能有什么危险？走了，再会。再会。照顾好月明。好。金兄，这位是赵子珍，赵先生。赵先生，请坐，请坐。日人自掘坟墓，对抗美英，将一手造成他们不可挽回的危局。4年抗战，到今天，终于见到曙光了。展望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，我感觉无限的兴奋呐。我始终认为，抗战是理所应当，和平是不得已，只能坚持一个原则：随机应变。我们要竭尽全力的来保全国家的元气呀。金先生，你还是先保全自己的元气吧。子珍兄，你是直接跟戴局长汇报，还是中间隔着什么人呢？哎，赵先生是上海分区的领导，更多的问题您不能再问了。我明白，那就请子珍兄指示。一，电台安全。您的书城之意，我已经告诉赵先生，赵先生呢，也跟戴老板汇报了。戴老板亲手教育了赵先生密码本，这样他就能直接跟重庆联系，你也就跟戴老板接上线了。但是，首先，你要保证赵先生的绝对安全，然后就是电台的
绝对安全。赵先生，就请留在我的府上，假扮成我的文友或者是机要秘书，绝对安全。毕师兄，你也遇到什么麻烦了吗？不瞒金兄，何某人现在麻烦大。日本人现在正在查江湖商贸的账。林长庚这个人，你还不了解吗？万一出了问题，他一推625，那所有的锅都要扣在我的头上啊！如果到那个时候，我何某宁愿一死了之。因为我要是被日本人抓住了，我是绝对不会要出公司这么多参股的各位大佬啊！何必士同志是组织在上海的重要联络人。金兄，你现在明白我的困局了吧？明白了，就是和林长庚好说好散，平安着陆。毕师兄，您做个选择，我看看能帮上什么忙。清乡，金先生在清乡委员会任着副秘书长，安排个位置，应该不难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去到清乡干部培训学校，渐渐的远离李长庚的视线，通过1年半载就毕业了。到时候，我把你推荐到诺西清乡公署。你看，不愧是金兄，不管是什么样的出题，总是能写出一篇漂漂亮亮的文章，佩服。赵先生，其无所作所为，皆是为了国家的大局，拳拳之心，苍天可见。我现在去让人准备晚饭，还有留宿的房间。晚饭之后，我们3个人再商量此事，好不好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赵先生，请讲。学会闭嘴。你你打算在这儿待多久？多保重。你也是。你会成为我们潜伏在清乡系统的人。有什么事单线和我联系。你放心，我有数。月明，1942年是我们抗战最艰难的一年。日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，烧杀抢掠。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惨遭日伪军的清乡与蚕食。他们用几百里长的篱笆将村庄围成囚笼，断粮、断药，想把抗日力量饿扁、冻垮。但新四军军部领导华中军民一手持枪，一手握锄，一边以麻雀战、破袭战灵活游击消耗敌人，一边发展群众，军民同心，开荒种地，
在封锁中扎下生存的根。这一年，我带着你在苏中奔走，云葵爸爸和小月阿姨在海文，万福爸爸在上海。我们一家人在3个地方，望着同一个月亮，过了这一年的中秋节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在1943年春天，云葵爸爸接到了一个极为重要又棘手的任务。整团头尾，没错，整团头尾。鱼塘镇的地理位置太重要了，它的交通线是苏北、苏中抗日根据地的生命线，应拼太难，丢了呢又太可惜，所以我和军区首长商量了一下，想出了一个办法：整团头尾，获取敌人的情报和补给，控制交通线，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整团起义。那新四军的部队之前有过这种先例吗？先头尾，然后给证明？实话实说，没有。因为新四军的部队头尾，敌人不会相信。好在你的政治面目没有被公开，海文地区又是我党力量薄弱的地方，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打入敌人内部、采取斗争策略的机会。云奎兄，我知道你曾经被污名为逃跑将军，这个黑锅一直背到了现在。参加这次行动，很有可能周围的人对你也会有所误会，你是宁可战死，也不愿意背上骂名的。但是鱼塘镇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，如果敌人占领的话，就会资敌养敌。云奎兄，战争打到现在这样，拼的不是别的，拼的是谁能坚持下去。云奎兄，你想想，假如一支部队不在前线作战，而是在沦陷区一点一点的把敌人的地盘变成我们自己的，让鬼子一日不安生，而后最终我们会逐渐吞噬他所有的势力，这才是最实际的，也是不可计数的，更是光凭血气之勇而不能完成的。我同意了，于峰兄。你刚刚说了，战争打到现在这个份上，形势这么严峻，那么多人为这个国家牺牲了，我顶这点污名，受这点委屈，这不值一提。再说了，我是一名军人，成熟的军人。军人不光要有战略，还要有政略。我们不能只看眼前，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，要以大局为重。我懂。其实上次我们两个论剑之后呢，我一直在找答案。什么是无形之剑？找到了吗？上次的苏中之行，我看你们搞民抗民运的工作，给了我很大的启示。回到海文之后，这2年，我也是组织村民跑反，我们有自己的火烧鬼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到的是生生不息，看到的是人民群众的力量。我终于明白了，什么形式上的成功成仁都是没有意义的，什么有形的剑都没有杀气。我们要在敌后发动人民，让敌人陷入到我们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。只要我们把4万万同胞凝聚起来，我们就可以用人民的战争把帝国主义赶出去，最终获得解放，获得和平。这个才是我心中最大的那柄剑，才是我们无往而不利的无形之剑。讲得好，云贵兄。其实有的人是因为看见，所以才相信；而有的人是因为相信，所以看见。人民路线就是我们仅有的路，唯一的路，也是最正确的路。军区首长还有2点要嘱咐你：第一，这件事要严格保密，除了团部的人以外，
不能有其他人知道。第二，我们会派一些对党忠诚、训练有素的党员干部，给那些同志们做思想工作。报告，司令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出发。云贵兄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军长亲自批准了你作为我们党的特别党员，而且入党仪式交由我来负责。实在抱歉啊，因为情况比较特殊，我没办法把党旗带来。延安在哪个方向？在那边。那我们就向着延安的方向宣誓吧。好，来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，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。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党的利益高于一切，遵守党的纪律，遵守党的纪律，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，不怕困难，永远为党工作。要做群众的模范，要做群众的模范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有信心，对党有信心，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，百折不挠，永不叛党。宣誓人，宣誓人张云奎。宣誓毕。月明，云奎爸爸接受了假头伪真潜伏的秘密任务，要暂时穿上伪军的军装。不仅百姓会误会他，就是敌人也不会真正信任他，随时有可能借机消灭他。云奎爸爸面对的形势极为险恶。这时，万福爸爸刚刚从日伪清乡学校毕业，曾雪飞阿姨代表党组织，要求他设法以清乡经济专员的身份前往海文。我也接到了党的任务，带着你先一步来到海文鱼塘镇。那时候，万福爸爸和我完全不知道将会面临什么。我回来了。回来了。怎么把苏东的传统搬到这儿来了？被人发现了多危险啊！夜深了，没人能看到。这还是傅川姐教我的。来，哎，水都打好了。嗯，饭约好了。叶兄那边安排的怎么样？老尤什么态度？都安排好了，老尤也被叶盛说服了。你那儿怎么样？我啊，基本谈妥了。但是说心里话，虽然我在心里边下了决心，但是当我真的面对汉奸跟日本人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那道坎儿真的迈不过去。但我知道这是任务，需要跟敌人周旋，必须执行好。你怎么了？出事了？到底怎么了？叶盛说，傅安杰牺牲了。
什么时候的事？半个月前，师部疏散的时候，傅帆姐一个人留在苏中的村子里，要临产前被村子里的汉奸举报，说她是新四军大官的老婆。鬼子围上来的时候，傅帆姐拉响了手榴弹。我上次跟老谢见面的时候，他已经知道了。老谢之前跟我说过，我们战斗不是为了眼前的恨，而是为了身后的爱。每个共产党员，他们都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脏。承认，为了身后的爱，我们也会变得更强大。我记得傅帆姐也跟我说过，忠诚和爱是一样的，只有自己见证自己，不需要别人见证。断头今日，意如何？创业艰难，百战多。此去泉台，招旧部，旌旗10万，斩阎罗。月明，夫人，月明，夫人，夫人。你这臭小子，你吓我一跳！你看着我，想不想我？想。这个，爸爸这个，哎呦，不是明天才到吗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过了3条河，换了4艘船，着急忙慌的赶到这儿，还是天黑了。想着你明天要来，趁着还没有打烊呢，去买了些菜。月明给你抱了个冬瓜回来。嘿，那你们吃了吗？还没，你也没吃吧？那不正好吗？这有1年没尝我的手艺了，想不想？月明，想吃你爸做的什么菜？包子。哟，月明想吃包子，行，那咱们就做包子，走，做包子去。哎，厨房在那边。厨房在那边。哎呀，月明给我指路啊。在那边。好嘞，一会儿我做包子，你劈柴行不行？行。走。
你这1年多是怎么过来的？上回见的那个金次长，他说咱俩都是高人，我找黄瞎子帮忙了，我就利用他想跟重庆搭上线的心理，让他送我去了青山干部学校，我在那儿待了1年多。毕业之后，曾大姐秘密联系到我，她跟我说希望我到苏中来协助你们工作，赶巧碰到了这个金次长，跟海门清乡公署的赵南生勾搭上了。他们需要一个派发物资流动证的那么一个挡箭牌，我这不就顺理成章的成了海门的经济专员了吗？哼！1年多不见，何必是先生活得挺通透啊，什么路子都能趟通。那是，太爷教我的那些啊，我全用上了，而且我现在写了一手好字儿。余塘镇这边啊，有个绥靖团，原本呢是当地的抗日自卫团，团长叫张斗鬼，明面上呢是刚刚投围，其实是我们自己人。组织上让我们来海文，一呢是配合新四军的行动，破坏日本人的政治倾向和经济倾向；再一个，就是希望能够利用我们的身份，帮助张团长。那这个张团，人你见了吗？还没见到，我也是刚来。中秋不是快到了吗？葛知远会办一个宴席，到时候我们要跟张团接头。怎么接头啊？到时候对方会利用手边的物件摆出一个靶，我们要摆一个钉子。随后他会说海文有3宝：翡翠码头营进城、青石牌坊、双飞楼、琉璃宝塔13层。你要回答塔上有7个铜铃，4个明朝的，3个清朝的，听明白了吗？哎呦，这么长，哪儿记得住啊？